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不爽，但我还是要说，最近呢，我经常收到一些这样的邮件，诚邀您加入节点返佣计划，邀请用户交易就有50%到70%的返佣，永久返佣，还能再加10%的奖励，返佣最高80%，可设2级合伙人，每月都有不菲的收入。这些交易所有什么特点呢？500倍杠杆，支持一键跟单，新用户注册送20万的模拟金，跟单亏损还有50优的赔付。收到这些邮件的时候，我其实感觉到很困惑，难道发邮件的人从来就没有看过我的视频吗？我最近几期的视频一直在说同一件事儿，合约交易就是赌博，中心化交易所靠的就是散户爆仓赚钱。如果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那就意味着就会把你们观众推到这个合约交易的这个赌桌上，然后从你们亏损里边抽成。那么我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赌场里的叠马仔。那你那个在赌场门口招揽客户的那个都是叠马仔呗？啊，西式拿提神外围，更多的是那种新约的，一个灵活一点，一个稳定一点，争斗都一样。赌坊老板根本不用放在眼里。那就是勾搭人赌博，诱赌是不是？话不能这样想啊！我是赌场是不是？成功一样的跌高，为赌坊拉优势的客。虽然我没有回复这些邮件，但我开始思考，这个市场上到底有多少的叠马仔接受了他们的合作？他们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去相信他们？我花了几周的时间翻阅评论区，看数据，跟一些踩过坑的朋友聊天。这期的视频，我想分享一下我发现的东西。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要说明一下：第一，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实观察，但不针对任何具体的平台或者个人。第二，我不是说所有的 KOL 或者是带单者都是坏人，但这个体系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第三，如果你身边有人在跟单，麻烦你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也许能帮他少亏一点钱。首先呢，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叠马仔。这个是粤语，来自澳门的赌场，指的是那些帮赌场拉客、发牌、看场子的人。他们表面上可能跟赌客站在一起，甚至会教你怎么下注，但实际上呢，他们的收入来源是赌场给的提成。你输的越多，他们赚的越多。在加密货币这个圈子里边，合约交易就是赌场，中心化交易所就是庄家，而那些教你怎么玩的人正在扮演着叠马仔的角色。他们可能是你关注的 KOL、 交易所里的戴南老师、 Telegram 付费群里边的分析师，甚至是某些财经博主。接下来呢，我们一个类型一个类型的分析，不是为了批判谁，而是让你清楚地看到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先说最常见的一类套路，你肯定在 Twitter X 上或者是 YouTube 上看过这种帖子：滚仓成功，500优变成50万优，3个月100倍的收益，滚仓战法分享，如何从零开始。说实话，我以前看到这种帖子，第一反应也是很厉害很牛，但后来我注意到一些细节，这些晒单的人几乎从不公开他们链上钱包的地址。为什么呢？因为在区块链上所有交易都是透明的，如果他真的是用去中心化的钱包交易，只要公开地址就能够验证他是不是真的赚了多少笔，亏了多少笔。可当你让他公开地址的时候，他们常常回答这个涉及隐私。我觉得这个挺不可思议的。如果是我真的赚了100倍，我一定会公布我的钱包地址，我巴不得全世界都来看，证明我有多牛。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细节，这些 KOL 的评论区只有2种人，第一种大神求带，第二种已关注等发财。但你永远也看不到第3种人，比如说你上周喊的那个币我亏了50%，为什么看不到这种评论呢？因为这种评论会被秒删或者是拉黑。我专门做过一个测试，我用小号在某些 KOL 的视频下面留言，能否展示一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包括亏损的。结果呢，
30分钟以后，评论没有了，账号被拉黑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在精心维护一个永远正确的形象。那他们是怎么做到永远盈利的呢？我跟几个前 KOL 聊过，有人良心发现了，后来退出了。他们告诉我一个玩法，同时运营5个、10个，甚至更多的交易账户，或者干脆用模拟盘。他们会在不同的账户上同时做多和做空，或者对多个币种同时下注。假设10个账户里边有2个赚了，那他就只晒这2个截图，其他8个亏损的从来不提。所以你看到的战神其实是10个账户里边筛选出来的幸运儿。这在统计学上有一个名词儿，幸存者偏差。你只看到了活下来的成功，却看不见沉在海底的失败者。当 KOL 通过晒单积累了足够的关注和信任以后，下一步就是变现。最常见的方式是卖课，原价呢9999，限时3999，仅剩50个名额。内容包含 MACD 精准战法、RSI 逃顶技巧、K 线形态必胜法，学完带你实现财富自由。听起来很专业，结果等粉丝真的交了3999，拿到课程一看，所谓的独家战法全是烂大街的基础知识。MACD 百度一搜一堆， K 线形态任何一本技术书上都有，资金管理 YouTube 上免费视频一大把。但卖课程还不是最黑的，更黑的是他们会在课程里边顺便推荐某一个潜力币。比如说2023年底的 Cetus 暴跌前，很多的 KOL 在付费群里边说，这个币有内部消息即将拉盘，我已经埋伏好了，建议大家跟上，兄弟们快上。结果呢，链上数据显示他们的钱包确实提前埋伏了，然后粉丝冲进去接盘，币价被拉高， KOL 在高点出货，课程费加上币的差价，双重收割。第3个套路是最恶劣的，而且第三方链上分析工具 Glassnode 当 Analytics 给出了实锤的证据。2021年有一个海外的 KOL 叫做 Crypto Mazia， 拥有12万的粉丝，他操纵了多个小币 SCIN、TRTN、PDOG、FSA， 手法全都一样。惊人的是，竟然每次都有粉丝买单。他的做法是：第一步，凌晨埋伏，钱包 0x8c 凌晨3点买入500万枚的 SCIN， 价格极低，几乎没人知道这个币。第二步呢，早上喊单，早上9点，马兹亚在推特上发文 ，SCIN 即将暴涨，技术面完美，不要错过，配上各种的图表分析，看起来非常的专业。第三步，粉丝接盘，大量的粉丝冲进去，币价暴涨300%。第四步，下午砸盘，下午2点，币价最高点，钱包 0x8c 卖出450万枚，稳稳的赚走差价。第五步，粉丝被套，等粉丝反应过来，币价已经回到了原点。同样的手法，他在 TRTN、PDOG、FSA 上都玩过。区块链浏览器上证据确凿。你可能会问，这个是不是犯法的？为什么会没有人管呢？因为在加密货币的这个领域里边，很多国家的法律仍然是灰色地带。在传统的股市上，这个叫做市场操纵，是重罪。但在币圈里边，只要项目方不在美国注册， KOL 不是美国公民，基本上没人能管。所以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而且越来越组织化、专业化，甚至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项目方发币，做日商造势， KOL 喊单，散户接盘。在整条的利益链上，每个人都有分工和收益，只有散户是最后才知道真相的人。如果你以为 Mazia 只是一个个例，那再听一个更大的案例。2021年 YouTube 调查记者 CoffeeZilla 曝光了震惊币圈的骗局 Save the Kids 事件，挽救儿童币。多名网红和 FaZe Clan 一个著名的电竞战队里面的成员集体推广一个名为 Save the Kids 的慈善币。他们声称收益呢会捐给儿童慈善机构，这是一个既做慈善又能赚钱的项目。粉丝买币就是在帮助孩子，听起来很感人。但 CoffeeZilla 通过链上调查发现，所有的这些网红都提前低价买入了大量的代币，
他们在同一时间发文造势，拉高币价，顶部抛售。调查发现，他们用多个小号分散资金，但最终仍被链上数据吃碎。结果呢，网红们赚走了数百万美元，粉丝血本无归。所谓的慈善捐款根本就是一个笑话。这些人不仅收割了韭菜，还打着慈善的旗号来割。这个不是收割，这个是侮辱。说完了 KOL， 现在我们来聊聊更黑暗的第二类，中心化交易所里的代单老师。如果说 KOL 是个体户，那这些人就是正规军，他们和交易所的关系更加密切，手段呢更加隐蔽，套路更深，而且这里边的利益链条会让你对整个行业重新认识。其实这个发现是偶然的，我在评论区和 Twitter X 上经常看到这样的留言：我跟单3个月，代单者收益80%，我呢却亏损了60%。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可能是你操作不当吧。可后来马上意识到不对，跟单指的是普通用户自动复制代单者的交易操作，理论上他赚你也赚，他赔你也赔。但现实呢，往往完全相反。代单者晒出的图显示他赚了，但跟单者却明明的赔了。这个难道是个案吗？但我发现类似的留言越来越多。代单者没有爆仓，我爆了，同样的点位，成交价却不一样。代单者老是说止损了，而我呢却被强平了。我开始好奇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于是我做了些调查，我开始翻阅评论区看泄露的数据，也和几个前交易员聊了聊。最后我发现这个系统从设计上就不公平。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交易所为什么要花几百万去办合约的大赛？他们是慈善机构吗？我们来算一笔账，假设一场大赛奖金池是100万优，听起来很多，但如果这场大赛能够吸引5万人来参与，平均每人投1000优，那总资金就是5000万优。这些资金不会静静的躺着，在合约里边他们会被加杠杆，反复的去交易。假设平均杠杆是20倍，交易量就是10亿优，手续费按0.05%去计算，开仓一次0.05%，平仓再0.05%，总计0.1%，10亿乘以0.1%就等于100万优。光是手续费，平台就能够赚回整个资金池。而且大赛期间，参赛者情绪高涨，频繁的操作，不断加仓，实际上交易量往往比这个数字要高好几倍。所以对交易所来说，办比赛不是慈善，而是稳赚不赔的生意。他们花100万去做奖金，换来上亿的交易额，手续费滚滚而来，奖金是诱饵，交易量才是目的。好的，现在说说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代单者看起来永远不会爆仓？我发现3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很隐蔽，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跟单系统里边有一个叫做杠杆映射的功能。简单来说，代单者用10倍的杠杆，但系统默认给你设成了50倍，结果就是代单者能扛10%的回调，你只能扛2%。市场稍微一波动，它还好好的，你已经爆仓了。而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能调整这个设置，交易所也不会主动的去提醒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杠杆越高，爆仓就会越快，他们就会赚得越来越多。第二个原因更黑，在中心化的交易所里边，不是所有的账户成交优先级都是一样的。VIP 账户、做市商、官方认证代单者，他们的订单会被优先处理。举个例子，比特币从10万跌到了9万，代单者呢在9万8设置止损，因为它是 VIP 账户，实际成交价97500，小亏一点没有伤筋动骨。跟单者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账户，因为系统的延迟还有滑点，止损成交价在9万4附近，比代单者多亏了整整3500优，直接被强平。所以你以为自己在跟定高手稳赚不赔，结果实际上是他亏2%，你亏8%，他止损离场，你爆仓清零。第3个原因是我最不愿相信又不得不怀疑的，部分的代单账户可能根本就不是真实的账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账户的盈亏数据不是来自真实的市场交易，而是后台生成的虚拟的数据。
技术上完全可行，显示的 K 线和市场一致，但成交的规则完全不同，可以有更宽松的爆仓线，甚至回退亏损交易。简单来说，带单者玩的是简单模式，你玩的呢是地狱模式。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某平台是这样做的，但考虑到整个行业的黑历史 MTGOX、FTX 这个技术的可行性以及巨大的利益诱惑，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所以当你看到从未爆仓的带单大神的时候，不要只问他为什么这么厉害，而要问他的账户跟我的到底有什么不同。现在呢，让我们把整个的利益链条整理一下。交易所想要什么呢？交易量与爆仓，可以赚到你的手续费和保证金。带单者想要什么呢？大赛的奖金、跟单分成、推广返佣。他们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呢？让你频繁的交易，用高杠杆不断的加仓，你的盈亏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你亏的越多，他们赚的越多。所以当带单者说风控第一的时候，同时又在暗示你加仓，这个不是矛盾，而是设计好的话术。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是阴谋论吧？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根据某个交易所泄露的内部数据，跟单用户平均的存活时间45天，3个月爆仓率68%，6个月的爆仓率85%，1年以后仍然盈利的不到3%。某头部带单者晒过他的收益构成：大赛奖金15%，跟单分成60%，推广返佣25%。注意，跟单分成的计算是基于交易量，不是盈利。也就是说，你赚或者是亏，它都在赚。你交易越频繁，赚的越多。所以从一开始，这个就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除了 KOL 和跟单者之外，市场上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叠马仔。第一类，土狗项目方，他们发行毫无价值的币 ，KOL 站台造势，让散户冲进去接盘。第二类，假冒的分析师，他们包装虚假履历，营造所谓的专业人设，最终的目的不是指导你去赚钱，而是卖课、收会员费，甚至杀猪盘诈骗。我经常在评论区里边看到这样的评论，评论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一个陷阱，所以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个评论就会把它拉黑，删掉评论。现在我的黑名单列表里边已经有了几百人了。第三类，搬砖套利群主，他们承诺零风险、高收益，让你加入私密群，最后要么把你引向假的交易所，要么直接卷款跑路。第四类， AI 交易机器人，他们号称胜率90%，展示伪造的收益截图，但真实的情况是他根本就没有在真实的市场交易，数据全是假的，最后让你爆仓收场。所有的这些人本质上都在干同一件事，把你推向赌桌，然后从你的亏损里边分一杯羹。好，说了这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什么大家感觉加密市场这么乱？因为有太多的叠马仔在不断的把新手推向赌桌，他们赚的不是市场的钱，赚的就是你的交易的手续费、爆仓的本金、培训费、会员费，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中心化交易所的不透明规则和被利益绑架的体系。如果你正在考虑跟单或者已经在跟单，我的建议是远离高杠杆。数据摆在那儿，95%的合约交易者最终亏损，这个不是运气问题，这是数学。如果你真的想交易，用现货，用你亏得起的钱。另外，质疑一切，任何告诉你稳赚不赔，跟我就能够赢，都是在骗你。没有人能够持续预测市场，包括任何的大神。最后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他真的这么厉害，为什么他要带我来赚钱？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带你赚钱的收益远不如从你身上赚钱。很多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你不怕得罪人吗？说实话，我怕，但我更怕的是沉默会让更多人掉进坑里。当我收到那封合作邀请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接受，拿返佣赚快钱，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观众一个一个的爆仓，但我做不到。如果我那么去做，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叠马仔，这违背了我的价值观。那么我就变成了我一直在
批判的那种人，这个会让我扭曲的。这个圈子需要更多的建设者，而不是收割者。我希望加密星球的频道是一个能够让大家清醒来思考的地方，而不是另外一个赌场的入口。记住，在赌场里边，唯一稳赚不赔的只有庄家和发牌的。不要成为那个输光家产的赌客，更不能成为那个助纣为虐的叠马仔。好的，如果你认同这个视频的观点，请做3件事情：第一，点赞和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真相；第二，把视频转给你身边还在跟单的朋友，也许能帮他们及时的止损；第三，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如果你被叠马仔坑过，说出来，警醒更多的人。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好的，谢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